努比亚 Z70 Ultra 相比上一代产品呢，它在很多地方都有升级。那今年手机硬件都在涨价，那很多品牌的旗舰机呢也都在砍硬件啊，没办法，这是为了利润嘛。但是 Z70 Ultra 呢，还是选择在重要的地方进行了升级，比如说主摄、长焦，还有更好的屏幕、更好的屏下前摄。它还加入了实体的相机按键啊，当然了，系统层面、软件还有 AI 大模型什么的也是升级的重点。那 Z70 Ultra 有做取舍的地方吗？啊，当然也有，这些后面我们都会一一讲到。欢迎收看 ZPH， 非常感谢您的点赞和加关注，尤其是加关注，这是让我们这档节目不停更、继续更新下去的动力，所以就非常感谢大家了。在我们的节目里一直鼓励大家参与到摄影中来。那本期的摄影环节呢，依然选用了在视频回复中大家上传的优秀照片，希望大家也能像这些网友一样，多多出去走走，拍摄身边的美好。看完前面的照片，不要只琢磨是什么设备拍的啊，因为能成像的设备都能用来摄影，关键是要参与到摄影中来。欢迎收看 ZPH， 别忘了点赞和加关注支持我们。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台设备的表现吧。Z70 Ultra 后摄3颗镜头，主摄、超广角和长焦镜头。测试当天呢，又是大雾天，没办法啊，最近的天气就是这样。在拍摄界面中，3个焦段切换按钮，18的超广角，35的主摄，85的长焦。但是超广角呢是13毫米的，连续点击变焦按钮呢就能把13毫米焦段切出来。那85的长焦也是，实际上是70焦段的，85呢也是数码变焦，连续点击变焦按钮也能切换出70焦段。那下面我们就每一颗镜头挨个聊一下这台手机的表现。我们还是先从主摄开始聊起。努比亚的手机当然搭载了独树一帜的35毫米人文主摄了。那35毫米镜头在相机领域是分量十足的，当然在手机里呢却变成独树一帜了啊，也是可惜。35毫米可以拍摄视角舒适的人文照片，直接拍摄人像呢也是绝活之一。这些照片呢都是之前努比亚手机拍的，而且这次它的主摄还加入了全新的可变光圈功能。努比亚的主摄和可变光圈可以说是绝配啊，因为35毫米光学镜头近摄的时候景深实在是太浅了，背景虚化实在是太强了。比如说有些朋友在工作跟生活当中都要拍文件啊，比如说现在，那左边呢就是大光圈拍的，右边就是小光圈拍的。你们可以看到文件边缘它文字的清晰度是不一样的，对吧？大家都想把文件拍清楚。那为什么大光圈就很难把文件的边缘拍清楚呢？咱们用图示简单说一下啊，左边就是文件的平面，假如说你把这个文件铺在桌上，已经铺得非常的平了，一点褶皱都没有。像现在的实拍对比中，文件还是有高低起伏的，是有褶皱的，这个时候是更难把文件边缘跟中心都拍清楚的。那么咱们就说理想情况下，把文件铺得特别平的情况下，实际上在操作当中呢，你的手机跟文件也是很难保持水平的，总会有一点点夹角。就是这一点点夹角，由于大光圈它的景深非常的浅，大家看蓝色的虚线就是焦平面，合焦范围非常的窄。如果你的手机跟文件是有一定夹角的啊，要么上下倾斜，要么左右倾斜，那么这个时候文件就会跟焦平面错开，只有在焦平面范围以内的才是清楚的，出了焦平面呢就全变虚了。
这个时候就需要可变光圈功能了。把光圈缩小以后，合焦范围就会变大，这样就会把整个文件都包括在合焦范围以内。这样呢，你看右边小光圈拍摄出来的文件，它的中心跟边缘就都是清楚的了。而且这个功能还是自动的，当系统认为你要拍摄文件了，它就会提示你进入小光圈的文档模式。那这个功能在日常拍摄花花草草，只要是近摄的时候都是非常有用的。比如说您看到一片奇怪的树叶，您想把它都拍清楚，那么之前不可变光圈的时候，就是左边这个样子啊，中心清楚啊，树叶的边缘非常的模糊。那这个时候呢，你只要调整光圈，把光圈缩小，整个树叶就都是清晰的了。原理是一样的。自然界中的树叶怎么可能是纯平的呢？它总会有一些卷曲的，对吧？那由于35毫米光学主摄，它在近摄的时候景深实在是太浅了。当你对焦在树叶鼓起来的部分，那焦平面就照顾不到树叶的边缘。那如果你把对焦点放在树叶的边缘，那鼓起来这部分它又出了焦平面了。那这个时候呢，还是要缩小光圈啊，就是打开专业模式，直接把光圈调小。这个时候焦平面就可以覆盖到整个树叶了，拍出来的树叶呢，整体就都是清楚的了。那下面咱们看看这颗主摄的光学表现怎么样啊？测试样片拍摄的当天呢是大雾天，前面大家也看到了，这点没辙。那色彩风格这些呢，我们就不聊了，毕竟好吃的好看的是没有标准的，好坏您自己定。而且各位的显示设备呢也是千差万别，显示出来的色彩呢也是差别巨大的。从解析力上看啊，中心的涂抹跟锐化确实都不多啊，边角画质的把控很好。本来我担心加入了可变光圈功能之后，镜组的光学质量可能会下降一些，但是表现确实依旧是很好的。再看一张样片，中心解析力还行，稍微有些噪点，那毕竟涂抹很少嘛，锐化也算轻微的。另一个角的边角画质把控呢，依旧优秀啊。也依旧有一个小问题啊，就是这颗主摄的高清模式跟普通模式在解析力方面区别不大。那开头说了，超广角镜头呢，就是这次在硬件上有所取舍的地方。上一代 Z60 Ultra 的超广角啊，除了视角比其他手机窄以外啊，其他的都是顶级的，是一颗全天候的堪比主摄的超广角镜头。但是这次 Z70 Ultra 的超广角呢，就换成目前主流的，也就是和其他影像旗舰一样的超广角镜头了。我估计厂家可能也注意到，有些朋友对超广角镜头不太感兴趣啊，觉得手机有没有超广角无所谓。还有些朋友呢，喜欢视角更广的超广角。默认状态下，超广角是数码裁切到经典的18毫米拍摄的，当然你也可以手动切换到13毫米啊。现在看到的就是视角差距图，不过这个视角差距呢，不太像18跟13毫米的，倒是像16跟13的，或者是18跟15的。光学素质方面呢，咱们还是看最广的13毫米的表现。中心解析力没有问题，和主摄一样，涂抹跟锐化等数码处理痕迹确实不多啊。只不过镜组的光学质量，也就是边角画质把控方面呢，跟中心比起来呢就有差距了，这也是目前影像旗舰的主流水平。再看一张样片，中心解析力的水平呢跟上一张样片是一样的，边角画质呢也是属于主流水平。不过呢，这次超广角的高清模式是有进步的，跟普通模式比呢，解析力确实强了。这次的长焦镜头呢也是有升级的，镜组是全新的，加入了微距功能。那这点呢，咱们微距环节再说。拍摄界面中，长焦默认的焦段还是85毫米，但实际上呢是70毫米，也可以手动切换到70毫米。对比样片，先从主摄的50毫米数码变焦和长焦的70毫米开始对比。那70毫米的解析力呢明显更高，这点呢也没有悬念。现在是70毫米跟85毫米的对比，解析力是差不多的。现在是70毫米和140毫米的对比，是它自己主摄的2倍和4倍的对比，相当于其他手机的3倍和6倍的对比。两边的解析力呢依旧差不多，但是到了350毫米，相当于自己镜头的10倍，是其他手机的15倍的数码变焦啊。350毫米比140毫米的解析力还是要强很多的。不过呢，这和长焦头的高清模式和默认模式比呢，解析力的差别也不大。Z70 Ultra 的长焦镜头的镜组是全新的，跟 Z60 Ultra 不一样。现在长焦镜头也能拍摄微距了啊，这是这次长焦镜头升级的地方。所以现在的微距模式中呢，就有了长焦跟超广角两种拍摄方式。现在看到的就是两种镜头拍摄微距的实拍对比。
能看到超广角镜头拍摄的样片呢，由于被手机遮挡了光线，画面下方的阴影呢还是很明显的。毕竟超广角拍摄微距，手机要离被摄物体很近，而长焦镜头拍摄的微距样片呢就没有这方面的烦恼了。放大看细节呈现的话，也是长焦镜头的微距解析力是更高的，所以推荐呢还是用长焦镜头来拍摄微距。这次硬件升级的重点呢就有屏幕跟屏下前摄的升级。屏幕的显示质量、细腻程度都有提高，而且全新的屏幕也带来了全新的屏下前摄技术。从样片中就能看到，这次的前摄效果比前几代产品都要好。前几张呢是顺光拍摄的，后几张呢是逆光拍摄的。人物的清晰度已经没有问题了，关键是背景中繁乱的树叶效果也是很理想的。那见过之前屏下前摄的朋友呢，肯定能看出这次 Z70 Ultra 屏下前摄的进步。现在是前摄录像的表现，清晰度还是有惊喜呀。毕竟是屏下前摄，之前我可没想到能有这样的录像效果。虽然说防抖呢还是有待进步，但是防抖是 OTA 升级里边最好解决的。现在是站着不动拍屏蔽了抖动的问题。那这款屏下前摄的录像水平呢已经很高了，人物跟背景的清晰度呢已经不再是问题了。不过呢，在背景中出现大面积高光的时候呢，画面还是会发白我希望这一点呢后期 OTA 呢也能搞定。不知道各位对今天的屏下前摄技术是否满意呢？重点来了努比亚的35毫米人文镜头是拍摄人文题材的利器，自然也是拍摄人像的利器。前几代产品努比亚的人像水平就非常高，尤其是夜景人像。那咱们先看白天的样张表现，主摄35毫米镜头的人像水平不低，在顺光和逆光的两种场景下，样片中的人像效果是非常接近的。那我不说，我估计没人能看出哪个是顺光，哪个是逆光吧。而且背景中的弥散圆的效果也是很好看的。现在是85镜头拍的人像，同样也是分顺光跟逆光两个场景，效果也很好，没问题吧？而且85镜头也是拍摄人物肖像的利器。真正的重点来了，就是这台手机的夜景人像表现，它可以在各种复杂的光线中拍出理想的人像照片。前面两张我的照片还不算特别新鲜你们可能会觉得场景中的光线不是很复杂，但是从这张照片开始，背景里的光线就很强了，依旧能把我拍得很好。那再换两张顶着强光源逆着强光给朋友拍的，效果依旧很理想，他们看了很开心。再换到室内光线还没有外边亮呢，还有各种的射灯，光线很复杂，效果依旧没问题。两口子看到成片呢，非常的开心。吧台里的光线也是昏暗复杂的，依旧难不倒这台手机。朋友们看到成片都是非常开心、非常满意的。你们注意到女孩脸上、脑门上浅浅的小圆点的妆容了吗？都能被捕捉下来。那如果我能成为夜晚最亮的仔呢？确实离不开这颗35毫米大光圈主摄的功劳。大光圈和优秀的硬件咱先不提了，关键是光学35毫米的视角是很适合拍摄人像的。太广的视角在夜晚复杂的光线场景中，会把四周很多没必要的光源跟阴影都拍进来，非常不利于突出人物主体，而且对测光非常不利。硬件上也会给人像成片带来算力上的压力，出片的速度慢不说，最终也未必是我们想要的效果。那35毫米人文视角呢，会在不经意间帮我们做减法，更容易突出主体，排除掉四周围没有必要的光源跟阴影，让测光更简单，降低计算摄影上的压力。不是数码变焦的35毫米光学焦段再加上大光圈，还有优秀的硬件，真的很适合夜景拍摄人文人像题材。指出宽容度的测试环节呢，就可以简单一些了。因为这台手机的表现是很稳定的，首先暗部它可以按得下来，而且还能保留细节，亮部呢可以亮得上去，树枝与天空的分界呢也很自然。只有到了现在这种极难的场景，主摄跟超广角才出现了一点色差，而且并不是暗部偏蓝的那种色差，总体的表现还是优秀的。再说夜景的表现，这些普通城市夜景呢都是我们精挑细选的夜景测试场景，有强光有阴影，所有的手机呢都要在这些场景下面过一遍。那么 Z70 Ultra 的主摄跟超广角在这些场景下的表现都是不错的，暗部跟亮部的表现都没有问题，细节呈现得很丰富。到了昏暗的城市场景，主摄跟超广角的表现，拍出来的照片也是很漂亮的。当时是大雾天而且到了这个场景怎么能不测眩光呢？
那 Z70 Ultra 呢也是有眩光的，只不过它出现眩光的角度还是非常窄的，找了很多角度，它只会在某一个角度下一瞬间的出现一道眩光啊。再看长焦的夜景表现，先看50毫米跟85毫米的对比啊。50毫米是主摄的数码变焦，85毫米呢是长焦镜头，它们的亮部表现呢是没有问题的，暗部的细节呈现再丰富一些就好了。现在是85毫米和140毫米的表现，同样的亮部的细节呈现非常好看啊，就是暗部细节呈现再多一些就完美了。现在是城市昏暗场景的长焦表现，你还别说，这回暗部细节呈现倒是真不错了啊，尤其是85端这边成像还是非常清晰的，但是140毫米数码变焦的表现画质就有些下降了。到了极暗环境就要打开夜景模式了，祖传神树场景主摄跟超广角的表现细节呈现还是没问题的。难度很高的健身器场景，你还别说啊，这主摄跟超广角的色准还是很不错的。那么细节呈现方面呢，主摄是没问题的，超广角嘛，就是其他影像旗舰的超广角的水平啊，跟 Z60 Ultra 比呢，确实做了取舍。树林小路场景，这主摄跟超广角的色准还真的是相当棒啊，还是主摄的细节呈现没有问题。但是超广角嘛，跟上一代比呢，细节呈现是差一些啊。但是换来的是更广的视角，还有就是更强的主摄和长焦。那大家怎么看这次努比亚的改变呢？最后一个最难的场景，祖传神树 Pro 主摄暗部细节呈现还是没有问题的，超广角嘛，就是主流的正常水平。视频录制用的是手机的默认设置，是最接近微信、抖音等社交软件录制效果的。现在是主摄白天手持走路的表现，没有架子，没有稳定器，画面的防抖还是不错，清晰度、颜色都很好。现在是超广角的表现，同样的清晰度、防抖还有色彩都不错。现在是长焦85端的表现，颜色、清晰度都很好，防抖呢稍微有一点点晃。现在是长焦140毫米端的表现，相当于其他手机6倍数码变焦啊，自己的4倍，清晰度还是不错的，防抖呢还是稍微有一点点晃，颜色呢依旧挺好看的。现在是10倍350毫米的录像表现啊，那么现在呢防抖就算是不错了啊，因为这个焦段呢已经属于其他手机的15倍了，颜色也还是不错的，但是解析力呢确实下降了不少。现在是夜晚昏暗场景主摄的表现，清晰度还可以啊，暗部细节呈现也没问题，就是防抖跟白天比呢确实有下降。现在是超广角的表现，跟其他手机一样，很难应付这种昏暗的场景，但是防抖是真的不错。现在是长焦85端的录像表现，一看就是长焦镜头直接拍的，清晰度还不错，噪点是有一些的，防抖在这种环境下的表现已经可以了。现在是长焦140毫米的录像表现，噪点就比较明显了，清晰度也有下降，但是防抖呢依旧还是不错的。Z70 Ultra 的造型沿用了努比亚 Z 系列的方正硬朗的设计语言，屏下前摄让手机的正面看起来很整，背面的工业设计呢看起来很猛，识别度是极高的，在如今一众圆形后摄中间让人眼前一亮。那各位是否喜欢 Z70 Ultra 的造型呢？手机的侧面保留了滑动开关的同时，还新增了实体快门按键。滑动开关和之前的功能一样啊，在熄屏状态下滑动就能进入人文节拍模式，也能自定义手电筒、静音等功能。实体快门按键在熄屏状态下是可以直接进入相机界面的。按键呢是分段设计，半按对焦、全按拍摄，手感还真的是不错啊，和相机的快门按键很类似。硬件方面，最新的骁龙8至尊版支持卫星通信， 1.5K 的屏幕，屏下前摄， IP68、IP69 的防尘防水，6150毫安时的电池是非常牛的。但是游戏发热跑分这些就不是我们节目的重点了，对这些感兴趣的朋友就可以去看其他的节目喽。OK， 到结尾了，看完前面内容，希望可以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了帮助，更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点赞和加关注支持我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